你以为躺平是中国青年自发的叛逆？错，它现在已经被定性为反动意识形态，被列入国家打击议程。打开你手机，刷到一条"我不想努力了，不买房、不结婚、不奋斗"的帖子，你或许会点个赞，却在不知不觉间触碰了国家底线。最近，中国官方高层下令，凡是传递躺平、摆烂、努力无用论的内容，一律封号、查处，绝不手软。近2周，中国网络监管部门在各大社交平台展开新一轮整治行动，目标直指那些为了博流量、恶意挑动负面情绪、宣扬努力无用论的账号。官方宣称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演变成现实世界的暴力或伤害。官媒央视也配合发声，说网络空间不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垃圾场。封号、禁言、查处、约谈，这些手段如今频繁出现在那些过于悲观煽动情绪的账号背后。已有至少2位拥千万粉丝的博主因此被禁止关注，他们的主张少工作、减压、不婚不生，统统被贴上消极抵触发展的标签。这场整治不仅局限于网络，更已下沉至高校和课堂。2024年7月，中国官媒发布《传播负能量和错误观点行为认定与处理》一文，公开披露一位党员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某因在课堂上多次鼓吹躺平、摆烂、及时行乐，甚至宣传历史虚无主义，遭到巡视查处与纪律处分。这件事发酵后，在媒体上广为流传，苏某被点名批评言行偏激，其在课上被学生投诉，教务处约谈，最终被认定为不正确履行教学职责，违反纪律。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。官方意图表明，一个信号，即使你是高校知识分子，若在言论上越界触碰躺平那条界限，也难逃官方审查。如果你还怀疑这些言论打压是杞人忧天，请看这个最具说服力的现实。2025年8月，不包含在校学生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飙升至 18.9%， 创下统计方式调整以来新高。同期，25至29岁青年失业率也上涨至 7.2%。2025年2月，中国官方披露非在校青年失业率为 16.9%， 较1月提高 0.8个百分点。失业率如此之高，多少年轻人被逼到思索，与其在高压中焦头烂额，还不如认命的躺平，至少还能保住最后一丝心理尊严。在这种经济现实的压力下，躺平和摆烂不再只是网络用语，而是失望之中的自救表达。可偏偏官方看不见这层痛苦，而把它当作潜在的意识性威胁。官方为何如此重拳出击？外媒分析指出，北京担心这种悲观情绪一旦蔓延，最后可能演变成对体制的质疑，甚至反抗。于是，不惜在爆发之前就严厉打压。在官方舆论中，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会疲惫，情绪值得尊重，但不能刻意放大的论调。央视公开点名那些吸引眼球、把中国生活描写的绝望无望的言论，比如儿女不孝、物质女、渣男出轨、不上进年轻人等，都是情绪捕手的诱饵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感到累、感到失望，但只要你敢把这种累说出来，公开张贴，就等于传播绝望文化，要被清除。躺平并不是唯一一种边缘化姿态。4不青年，不恋爱、不结婚、不买房、不生子，这个标签正悄然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。曾有一项面向 1.5 万名大学生和在职青年调查显示，约有 10% 的受访者符合4不青年这一标签。在房价持续高涨、就业前景暗淡的现实面前，越来越多青年选择延后婚育，放弃买房，将精力放在生存本身。这背后的结构性问题，高学历供给过剩，产业升级缓慢，民营经济压力大，外资撤离。这些问题，无论官方如何宣传发展前景无限，
在普遍青年人眼里都如实在磐石，触不可动。官方的封号风暴看似是维护网络秩序，但更深层的逻辑是国家机器在进行一次思想消毒运动。他们要的不只是禁止传播负能量，而是要彻底消灭失望的语言，让绝望无法被说出来。在这个逻辑下，中国网络空间被逐渐净化成一片无痛区。微博上搜索躺平，跳出来的是积极奋斗的鸡汤；小红书的摆烂话题被封禁，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成长分享。B 站上那些真实讲述打工人崩溃生活的 UP 主被迫换名改标签，删视频避风头。有人在知乎发问：不结婚、不买房、不生孩子，真的有错吗？不到3小时，帖子就被删除。有人写下在工厂加班到凌晨，工资拖欠3个月，系统提示内容存在风险，无法发布。现实正在变成一场数字化麻醉，痛苦依然存在，但表达痛苦的渠道被封死。于是，沉默成了新的躺平。过去10年，中国社会一直被灌输努力就会成功的叙事，但现实却狠狠地打了这一套鸡汤的脸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平均工资仅比2024年增长 2.1%， 创10年新低。近50%中小企业利润下滑，民营经济信心指数跌破45%，房地产行业投资下降 9.8%， 服务业岗位减少近1200万，甚至连公务员系统都开始缩编，裁员延缓发薪。努力的人活得像机器，不努力的人被当成异类。一个社会，当努力不再是一种自由选择，而是一种政治任务时，放弃就成了罪。这就是如今的中国，不许你失败，不许你疲倦，不许你悲观，连我不想努力了都成了繁体字的危险信号。面对这种风口与洗脑式积极，年轻人并没有真正屈服，他们选择更隐秘的方式反抗。有人把躺平改成水平生活，有人不发牢骚，只在朋友圈默默换上一张黑白头像，有人用佛系、低欲望、低电量生活这些看似中性的词语，继续表达着我不玩了的姿态。这种沉默的抵抗，正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底造。当言论空间被封锁，情绪的暗流就会转向更隐蔽的角落。当一个社会禁止人说不行，那无声的绝望就会在空气中慢慢积压，变成不可测的爆炸物。躺平不是病，而是症状。真正的病是一个把焦虑制造当产业，把痛苦掩盖当政绩的国家机器。看看中国年轻人的经济处境。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突破1200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但官方登记的有效新增就业岗位仅不到800万，平均房价依然是人均年收入的30倍以上，养老金缺口突破10万亿元，未来退休几乎成为泡影。平均工作时长 9.2 小时每天，世界排名第2，仅次于韩国。在这样的现实中，谁还有资格嘲笑躺平？这是被结构性剥夺后的本能求生。这不是懒惰，而是绝望的另一种表达。事实上，官方并不怕消极，他们怕的是觉醒，怕人们开始意识到，努力不再有回报，奋斗不再有出口。那种盲目的相信体制的信仰正在瓦解，所以躺平才必须被压制，因为那意味着集体幻觉的崩塌，意味着国家叙事不再能控制年轻人的思想。一旦这种觉醒扩散，年轻人不再相信奋斗换幸福的谎言，那整个社会的控制逻辑就会失效。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奇怪的地方，人被要求积极，被命令乐观，被强制奋斗。但在那表面正能量的海报后面，是一群被压抑到极限却不敢出声的普通人。他们白天说着加油，要相信未来，晚上却在群聊里互相安慰，再忍忍，
再过几个月也许能好。当一个国家连失望都要管控时，它的崩塌往往就从那无法言说的沉默开始。